美军正研究威力堪比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但中国也有。无人机最早用作军事武器是在一战时期，美国戴顿赖特公司发明可空投定时鱼雷的无人机。直到1973年，美军在东南亚作战时，无人机共计执行3545次作战任务，损失554架。空军司令部表示，这些无人机降低了军队伤亡，但这时无人机主要是执行侦察任务，自身并不具备武力值。作战一结束，就被空军司令部无情裁员。一般的无人机或可具备基本的自控性，如自调平衡、跟随、返航等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，高度自控、完全自控的算法使得无人机能够执行更为复杂的指令，或依据系统算法可独立完成作战任务，甚至在加入了人工智能后能够群体协作。这也是未来军用无人机的发展方向。美军针对这一场景开始进行相关研究。亚欧时报8月28号文章说明了美军的这一研究，称其为威力堪比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美国海军生物工程学教授艾萨克·卡米纳及其团队进行了相关研究。作为蜂群战术和反蜂群战术的专家，卡米纳说，大规模的蜂群战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潜在威胁。卡米纳定义了超级蜂群的概念，包括海陆空3种模式，当然首先有一个足够庞大的无人机基数。他提到，美国海军雷神公司的低价无人机成群技术，缩写为 Locust 蝗虫，已被应用于进攻性蜂群作战层面。目前的无人机基本都是人工远程操作，要实现蜂群协作，研究重点在于无人机系统的算法，原理来自于蜂群或鸟群的成群行动。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，要实现团队目标，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简单规则，才能创造凝聚力，否则成员之间互相干扰，则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。美军军事顾问扎克·卡伦伯恩表示，万架及以上的蜂群无人机需要具备极高的自控性，否则没有人能同时决策这么多单位的无人机行动。另外，万架及以上无人机必然会被规划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而现有的法律框架对这一级别武器做出了限制。他认为，法律仍需加强，有关战斗无人机的国际讨论也应向前推进，典型的美国思路。文章提到中国未被了解的无人机领域，据称去年卫星拍摄到我国战斗无人机阵容不仅包括各种大型无人机，如岸舰隐身无人机、翼龙多用途无人机，还有2组较小型蜂群无人机。2016年我国无人机实操就已达到一个人操作67架无人机的水平。中国电科所研究员张登洲告诉记者，未来一个人将可控制成百上千的无人机。